死不了，还能喘气儿。倒是你，老瞎子，你今晚喘气的声音比镇口铁匠铺的破风箱还要难听。老家伙，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别动，死气入腹，大限到了，早就该下去了。小子，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若是走了，随便找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但你不能死，你的路才刚刚开始。我这病入膏肓的身体，还能有什么路？你以为你这心疾是胎里带出来的？14年前下了一场连绵3个月的血雨，老头子我当时还没瞎，在途经中州陨神谷的时候，看到了一座尸山，那是一场屠杀，成百上千的高阶修士，那些你们凡人眼中高高在上的仙人，死得像野狗一样堆叠在一起。就在那尸山血海的最顶端，我听到了婴儿的微弱哭声，那个婴儿就是你。我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时候，你连气都快没了，你的心口被人硬生生地掏开了一个血洞。是谁？是谁抽走了我的东西？你现在不配知道，告诉你，除了让你死得更快，没有任何意义。那你要我怎样？就在这等死吧！去北京，去星运阁，星运阁的护宗星阵能暂时压制你的心脉反噬。拿着这枚星符去叩山门，就说故人求见。带上它，这是当年我在死人堆里跟你一起捡出来的。这把钱，我参不透它的秘密，但我知道它属于你，小子，记住，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老瞎子的坟，是我用冻僵的双手，一捧黄土一捧黄土堆起来的。我只能在坟头压了一块残破的青砖，全当是给他留了个记号。老家伙，你就在这儿躺着吧，等我活下来，再来给你换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双腿早已失去了知觉，全靠着一股执念在机械的迈步。真晦气，原来是个快死的小叫花子。大哥，这荒郊野岭的，连只野兔都打不着。这小子虽然瘦了点儿，但好歹是块肉啊。小子，你背上背的是什么？几位大爷，我得了绝症，要去北边投奔亲戚。包里是我爹留下的半块干粮，还有一把破琴。拿过来，老子看看。还真是个破烂玩意儿，敢耍老子！小畜生，我要活剥了你！醒醒！我竟然真的爬到了。
这是哪儿来的乞丐？这味道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吧？楚少，这你就不懂了吧？听说有些贱民为了求得仙缘，什么苦肉计都使出来。这小子估计是想装可怜，博取长老们的同情呢。真是晦气！今天他可是本少爷拜入内门的大日子，被这等下贱胚子冲了习气可不好。来人，把他给我扔下山去！住手！负责此次考核的刘执事。刘执事，这不知哪里来的乞丐死在我们星运阁的山门外，弟子这就让人将他清理出去，免得惊扰了各位仙长。经脉郁结，气血枯败，毫无灵根可言，更兼心脉残缺，死气缠身。一个连凡俗五福都不如的废人，也敢来叩仙门？星运阁乃是北境修仙圣地，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地方。来人，将此人逐出山门，若有反抗，直接打断双腿丢下去。原来是个将死的废人，这种垃圾也想修仙，真是痴人说梦！快滚吧，别弄脏了星运阁的地盘！只要能活下去，尊严这种东西，在生死面前一文不值。我不是来参加考核的。不是来考核的，那你来我星运阁做甚？莫非是来讨饭的？我来求见故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星运阁传承数千年，门中仙长哪一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修士？你一个将死的凡人蝼蚁，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来我星运阁寻故人，戏弄本执事！给我拿下，打断他的手脚！狠狠地打，让他知道这仙家之地，不是什么垃圾都能来撒野的。这是老阁主的星辰令。星辰令，那可是星运阁历派祖师传下来的最高信物，见此令，如见阁主亲临。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星辰令，这不可能！老阁主失踪了近100年，这信物怎么会落在你一个凡俗乞丐手里？偷的，还是捡的？我不管你这东西从何而来。星运阁有规矩，持有星辰令者确实可以无条件获得入门资格，但是星运阁不收无名无骨之辈，想入山门必须徒步走完这990阶问心阶。你若能自己走上去，星运阁的大门便为你敞开；你若死在半路上，那便只能怪你命薄。问心阶，那可是刻着重力阵法的护宗石阶啊！别说是凡人，就是炼气初级的修士走上去也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会被压断心脉。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机缘，原来是赶着去投胎呀！990阶是吗？我就说吧，第1阶都扛不住。50阶了，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疯子，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要结束了吗？我做到了，我赢了这该死的老天爷半次。
太惨了，全身骨骼断了70%，经脉更是如同枯木，没有一丝灵气存留。最致命的还是他的心脉，他的心口处竟然有一道极其恶毒的古老禁制，生生抽干了他的本源生机。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罢了，既然他手持老阁主的星辰令，又走完了问心阶，便是我星运阁的弟子了。哟，命真硬啊，这都没死。长老们说了，你小子经脉天生萎缩，是个彻头彻尾的废脉。长老们断言，你这身体绝对活不过18岁。活不过18岁吗？从小到大，那些镇上的郎中都说我活不过14岁，这对我来说不算是坏消息。你还笑得出来？别磨蹭了，今天可是新弟子测灵根的最后一天，执事大人发了话，就算是抬，也得把你抬过去走个过场。楚天阔天纵奇才，竟然是罕见的上品火系灵根。看那测灵柱的光芒，红得简直要滴出血来了。楚少以后进了内门，必定是真传弟子的不二人选啊！好，好，好！楚天阔，上品火系灵根，此内门弟子玉牌，入烈阳峰修行。多谢执事大人。这不是咱们那位在问心街上出尽风头，结果却被长老断言活不过18岁的绝世天才吗？原来他就是那个拿老阁主信物走后门的病秧子。切，走后门有什么用？修仙界讲究的是实力和天赋，一个天生废脉的将死之人，就算进了星陨阁，也只是个浪费粮食的废物。小杂碎，你还敢无视我？你以为有那块破牌子保你，你就能在这星陨阁立足了？我告诉你，进了宗门，规矩就是实力。我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好狗不挡道，让开！你找死！住手！楚师侄，你已经是内门弟子了，何必与一个杂役般的人物计较？平白落了身份。算你今天走运，以后在宗门里，你最好祈祷别落在我手里。你就是那个持星辰令入门的人。是。去摸一下吧。虽然各位长老已经断定你是废脉，但这测灵的过场总得走完。测完之后，自己去外门杂物处领个扫地或者烧火的差事，安生度过你剩下的那几年吧。我就说吧，废物就是废物，哪怕是最差的杂灵根，测灵柱好歹也会亮起一丝微光。他倒好，直接把测灵柱摸成了一块死石头，真是笑死我了。行了行了，赶紧滚下来吧，别在上面丢人现眼了。行了，把手拿开吧。反骨废脉毫无灵气，剥夺弟子玉牌，贬为外门杂役，去柴房。这怎么自己启动了？这是老瞎子说过的时空法则，这股被强行抽走又残留在体内的力量，终于在无仙卿的牵引下彻底爆发了。他们不仅夺了你的造化，
还要让你日夜承受心脉枯竭之痛。长老，救命啊！这小子是个妖孽，他毁了测灵柱。这等天地异象，这等让万物凝滞着不法则波动，不会错的，你不会错的。黑白颠倒，星河倒流，这是传说中跳出五行之外的神品灵根，而且这不仅仅是空间属性，这股让时间延缓的威压，这是古籍中记载的万年难遇的时空双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是个病秧子，几位长老明明说过他天生肺脉，一个短命鬼怎么可能是神品灵根？大长老，如何？楚天阔说的没错，这孩子的心脉确实是一口枯井，他不仅生机断绝，那神品时空灵根的本源竟然是在透支他仅存的生命力在爆发。搞了半天，原来是个昙花一现的烟花。就是，资质在逆天有什么用？还不是个活不过18岁的短命鬼，连修炼都做不到。我是死是活，用不着你们这群蝼蚁来评判。这孩子虽然活不长，但他毕竟引动了神品异象。按照宗门规矩，是否先将其收入内门？不可，内门资源极其珍贵，把海量资源砸在一个注定活不过4年的死人身上，完全是打水漂。一群鼠目寸光的蠢货！秘传师兄，您又咳血了。没事，死不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他们说阁主只是一时冲动，为了宗门的面子才强行保下您。现在阁主闭关，大长老他们根本不管您的死活。楚天阔那边有什么动静？楚少他昨天已经被大长老正式收为关门弟子了。他扬言说这孤星峰本该是他的道场，您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听说他已经放出话来，要在下个月的新晋弟子切磋上向您发起指教。指教？赵师兄，这里是孤星峰，你们怎么能强闯？滚开！主子说话，哪有你这狗奴才插嘴的份儿？秘传师兄，师弟赵四奉楚天阔师兄之命，特来给您送点补品。楚师兄说了，秘传师兄身体金贵，吃不了那些灵气浓郁的好东西，这些凡人的糙食才最养人。这块寒蝉玉您先收着，免不到时候走得太急，连个入土的物件都没有。哈哈哈。师兄！哎呀呀，怎么这么不经碰啊？我连1成的人力都没用呢。咱们这位秘传，真的是个连炼气期都不如的废物，凭什么住在孤星峰？这是孤星峰大阵的枢纽，只要我捏碎它，大阵的杀伐之力就能瞬间将这个赵四搅成肉泥。睡了这么久，竟然是被这么难闻的穴位给抽醒的，真是倒了8辈子的谢梅，怎么认了个随时会断气的短命鬼做宿主？你是谁？别白费力气了，就你这破败的身体，连抬根手指都费劲。你是九尾狐的妖魂？妖魂？哼，真是个无知的凡人。本宫乃是上古青丘九尾一族的王阿九，要不是当年那场该死的变故，本宫岂会被封印在这破琴里？又岂会落到你这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废物手里？所以，刚才是你把那个赵四震飞的？不过是借了你一点微末的灵气反震而已。那种连蝼蚁都不如的货色，
也配让本宫出手？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就你这副破烂躯啊，这孤星峰的灵气再冲刷几次，你就会爆体而亡。赶紧找个舒服的地方躺平，早点死，早点投胎，本宫也好早日脱离你这具晦气的皮囊。想让我死，行啊。这么快就认命了，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我不认命，但我认理。我现在是星陨阁的唯一秘传，是这孤星峰的主人。只要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拖着这副残躯去内门的炼丹房，把自己扔进丹炉里烧成灰。只是不知道，宿主如果在炼丹炉的3枚真火里被烧得魂飞魄散，连渣都不剩，你这个被封印在秦里的上古妖王，还能不能完好无损地去找你的天才宿主？你敢威胁我？你区区一个将死的蝼蚁，也敢对本宫这般说话？信不信我现在就捏碎你的神魂？捏啊！你如果有能耐，直接捏碎我的神魂脱困，你早就在我刚才咳血昏死的时候动手了。你既然出不来，就说明你我现在的命是绑在一起的。你好，很好，不愧是拥有神品时空双系灵根的人，难怪能引动测灵柱的异象。这份心智倒也配得上那逆天的天赋，但很可惜，你就算心智如妖又如何？你这具身体根本无法容纳时空灵力。这孤星峰对别人是福地，对你就是催命星，加上外面那些想弄死你的小鬼，就算我不杀你，你也熬不过下个月的什么狗屁切磋。本宫就当是多睡1个月，等你被人打死了，我再换人也不迟。既然我们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帮你寻找解封的方法，你教我怎么活下去，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本宫修的是妖族至高法典，你一个没有妖丹的凡骨怎么练？更何况你心脉残缺，任何引气入体的功法只要一运转，你就会立刻爆体。常规的功法不行，那就用非常规的。你活了上万年，别告诉我你脑子里只有那些烂大街的引气法门。我要的是能让我用这具废躯杀人的手段，哪怕是走火入魔，只要能让我把那个叫赵四的，还有那个叫楚天阔的脖子扭断，什么功法我都敢练。真不知道是本宫倒霉，还是你小子命硬。本宫当年横行大荒的时候，确实抢过不少乱七八糟的功法，有一套从上古鬼修大能手里抢来的残篇。这套功法不需要走经脉，也不需要心脉支撑，它唯一的要求就是修炼者必须拥有极高的精神力和对空间法则的亲和力，也就是你那个倒霉的时空双系。不过这套功法极其霸道，每一次施展都会撕裂你的灵魂。别人练功是修仙，你练这个是在拿自己的灵魂当柴火烧。你若是承受不住那种痛苦，就会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疯魔白痴。小疯子，这种不要命的鬼道功法，你敢练吗？只要能杀人，有何不敢？既然你非要找死，本宫就成全你。这套鬼道残篇名为虚空引，它不修灵力，不练肉身，只修神识。你们人族的功法是引天地灵气入体，顺着经脉游走，最后汇聚丹田。但你是个废人，经脉不通，心窍破碎，走这条路必死无疑。所以虚空引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你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空间的感知上。你要用你那变态的神品时空天赋，去捕捉天地间那些肉眼凡胎根本看不见的空间裂缝。捕捉到了之后呢？然后用你强大的神识去拨动它们，就像弹琴一样，借空间裂缝当作琴弦，以虚空为引，奏杀伐之音，以精神驾驭空间。但你现在的神识太弱了，将神识沉入琴身，感知这片空间的脉络。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暗和那种让人生不如死的撕裂感。太弱了，你没吃饭吗？用点力去感知。闭嘴！空
间裂缝。哼，你既然真的能在半个时辰感知到空间弦，这等天赋，难怪能引动测灵柱。废话少说，接下来怎么做？挑一根最细的，用你的神识包裹住它，然后拨动它。给我动！这小子真是个疯子。笑什么笑？不过是切开了一张破桌子，看把你得意的。你刚才拨动的只是这大殿内最微不足道的一根废弦，而且以你现在的神识强度，最多只能拨动一次，再来一次你的灵魂就会彻底崩溃。这只能作为你保命的底牌，听懂了吗，小疯子？虽然只有一击之力，但对于我这种随时可能被暗杀的处境来说，够了。怎么回事？谁？师兄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有人在强行攻击孤星峰的护山大阵，是楚少，还有执法堂的几位执事。他们说您身为秘传，却纵容手下砸一晚上，打伤内门弟子赵师兄。现在执法堂的人要拿您去问罪。丁秧子，看来你今天是在劫难逃了。外面那个领头的执事可是实打实的筑基后期，你那一招半流子的虚空引，可切不开他的护体真气。走，去看看，他们打算用哪条腿跨进我这孤星峰的大门。把这个纵凶伤人的残废给我拿下！陈执事，您看到了吧？我这师弟不过是奉我之命，好心来给咱们这位秘传师兄送些补品，谁知他不仅不领情，还暗中指使手下的妖仆出手偷袭，将我师弟打成这副惨状。血口喷人，明明是你们！看来传言非虚啊，咱们这位秘传师兄真的是连一阵风都能吹倒呢。怎么，刚才打伤赵四的时候不是挺威风的吗？现在怎么变成软脚虾了？难不成你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邪祟手段？楚师弟，我这副残躯连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打伤人？你们若是想拿我问罪，就直接动手吧，反正我这命也活不了几天了。小疯子，你想干什么？你现在的神识如果再强行拨弦，你会变成白痴的。我不拨弦，我只是在锁定他们的空间节点，哪怕只留下一丝神识印记，我就能随时知道他们的位置。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你在拿自己的命玩火！陈执事，你看他这副鬼样子。罢了，楚少，我看此事确实有蹊跷。他这副残躯，别说打伤筑基修士了，就算是一阵风都能要了他的命。我看赵四多半是不小心触动了这孤星峰的护院阵法，遭了反噬。行了，此事到此为止，我们走。算你今天运气好，有陈执事打圆场。但我告诉你，宗门的规矩，秘传弟子每个月都要接受新进弟子的挑战。3个月后的宗门小比，我会名正言顺地向你发起切磋。师兄，您没事吧？3个月后吗？阿九，干嘛？没死就赶紧练功去。3个月的时间够我把虚空引练到第2层吗？如果你能忍受住那种灵魂撕裂的痛苦，不仅不疯，还要保持绝对的清醒，3个月够了。楚天阔，既然你想玩，那3个月后，我就陪你玩把大的。第78次，你今天已经连续拨动了78次空间弦，小疯子，你的神识池子已经干涸见底了，再强行拨弦，你的灵魂就会彻底崩碎，还不赶紧滚上来休息？不，还不够。楚天昊是上品火系灵根，这3个月的时间，他绝对能突破到筑基中期。我现在只能切开岩石，根本破不了黄。我必须要练成空间折叠。你疯了吗？虚空引第2层空间折叠是让你将2根不同的空间弦强行拉扯到一起，那种双倍反射的痛苦，就算是一头成年的远古巨象都会被活活痛死。你一个凡人废躯，凭什么去扛？不，还不够。楚天阔是上品火系灵根，这3个月的时间，他绝对能突破到筑基中期。我现在只能切开岩石，根本破不了防。我
必须要练成空间折叠。给我，喝！师兄，您终于醒了，您都昏死过去一整天了。小疯子，你差点就把自己玩死了。失败了，力量不够，两根弦排斥力太大，我根本拉不拢他们。你当然拉不拢，空间法则是天地间最霸道的力量之一。你就像是一个凡人，妄图用2根蛛丝去拉动2座大山，没被当场碾成肉泥，已经是你那个神品灵根在庇佑你了。那该怎么做？笨，谁教你一定要用蛮力去拉扯空间的？你不是还有时间法则吗？时与空本就是一体的，你拉不动空间是因为空间在排斥你，但如果你能在那一瞬间延缓那片空间内的时间流速呢？你是说，让空间的排斥力变慢，趁着它反应不过来的时候进行折叠？聪明，这就是时空双系的真正恐怖之处。你要学会将你的天赋融入进去，先减缓再折叠，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轨道。师兄，您的身体吃不消的。距离宗门小比只剩下最后不到2天的时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放空自己，去感受水滴落下的轨迹，去感受风吹过发梢的间隙。就是现在！延缓，折叠。成了，勉强算个半吊子吧。这等领悟力，若是你有一具完好的身体，真不知道这修仙界要被你搅出多大的风浪。这样就够了。师兄，您不休息一下吗？明天就是宗门小比了。不用了，走吧，阿庆。楚师兄，听说您前几日已经突破到筑基中期了，这等修炼速度简直是前无古人啊！就是，这次小比的头名非楚师兄莫属。头名不头名的，本少爷倒是不在乎。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履行3个月前的一个约定，我要亲手捏碎某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的骨头。楚师兄说的是顾星风那位？快看，他来了！他居然真的敢来！我的天，你看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估计连上擂台的台阶都爬不上去吧？穿那么厚，是怕冷死在擂台上吗？他背上那个破木头还没扔呢，真是个笑话！胡闹，简直是胡闹！这等残躯跑来论道台做什么？丢人现眼！立刻让人把他给我轰回孤星峰去！大长老息怒，按照宗门规矩，新进弟子小比，所有人不得缺席。小疯子，你现在的神识状况最多只能施展1次时间延缓，配合空间折叠。1击足够了。现在开始第1轮抽签。第1场，内门弟子楚天阔对战逆传弟子无名。这是什么逆天的签约？第1场就是重头戏，楚师兄对战那个病秧子秘传，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啊！楚师兄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那小子估计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天助我也！病秧子，别怪本少爷没给你机会，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大喊3声我是废物，我就发慈悲，让你自己滚下擂台。你废话太多了，你找死！既然你执意求死，那本少爷就成全你。双就位，小比第1场开始。烈阳剑法分天！楚师兄一上来就动用了杀招，他连认输都来不及。小疯子，就是现在，用你的神识抓住到那根时间之弦。延缓。这是怎么回事？蠢得可怜，折叠。发生了什么？我没看清，我真的没看清。楚师兄的剑怎么自己拐弯劈了自己？刚才那股波动没有灵力轨路，
没有符箓的气息，这是法则之力，是空间与时间的法则。这怎么可能？他一个没有修为经脉尽毁的凡人，怎么可能调动这种法则？咽下去，小疯子，咽下去！你现在如果倒下，他们瞬间就会砍穿你只有这一击之力。下一个是谁？小疯子，别装过头了。你刚才强行折叠空间，神识已经完全透支了。现在的你，就算是一只野猫扑过来，你都没力气反抗。我知道，陈执事。按照小比的规矩，我是秘传，需要接受至少3人的挑战。现在才倒下了1个，剩下的挑战者呢？小比继续。外门弟子王虎上台挑战秘传师兄。秘传师兄，你要干什么？你现在连一根头发丝秋细的空间弦都拨不动了。我不需要拨动空间，我只需要拨动他的恐惧。我认输，我认输，师兄饶命啊！我还不想死。他刚才动了杀机，那无形的法则之力，必然已经锁定了王虎的咽喉。若是王虎晚喊半息，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滚下去！陈执事，别耽误时间了，继续吧。此子虽然身负废脉，但对天地法则的领悟已经堪称妖内。老夫宣布，秘传弟子守擂成功。师兄，师兄！行了，别嚎了，小疯子，你今天的戏演得可真够绝的。那帮老家伙要是知道你最后那一指连根柴火都劈不断，估计能气得当场吐血。虚虚实实，才能活得长久。本宫累了，要沉睡几天恢复一下。你这残躯自己悠着点儿，别没被人打死，自己先病死了。阁主深夜造访，不知有何指教？今天在论道台上的事我都看到了，没有修为却能强行牵引空间法则。别人看你那是无上杀法之术，但我知道，你那是透支神魂在拿命赌。我星陨阁已经有上千年没有出过像你这么狠的苗子了，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只可惜，你的心脉确实是一口死穴。我查阅了宗门所有的古籍，想要治好你这绝症，哪怕是中州那些顶级炼丹师都束手无策。生死有命，就算只能活1天，我也能拉够垫背的。有骨气，但如果你死了，本座这个唯一秘传的招牌，可就成笑话了。这枚玉简是本座早年在一处上古兄弟中九死一生得来的，里面记载了一项几乎十死无生的差事。拿着它，去那个地方替我拿一样东西，作为交换。那里面有一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阴损奇药，那药治不好你的肺脉，但足够保你不死。阁主既然说那是十死无生的差事，恐怕在拿到那所谓的奇药之前，我就已经身首异处了吧？脑子很清醒，在这修仙界，太容易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通常死得最快。你知道坠星秘境吗？我只是个从破庙里爬出来的孤儿，修仙界的常识对我来说就是一张白纸。那是星陨阁仙罪在1万年前用无上神通强行从虚空中截留下来的一块独立空间。每隔10年，秘境的封印就会出现一次衰弱期，允许古灵在20岁以下、修为在筑基期及以下的弟子进入。里面灵气浓郁程度是外界的100倍，
生长着外界早已绝迹的上古灵草，更遗留着无数上古宗门的大能传承。既然是宗门的宝库，阁主何不直接派人进去把我要的药拿出来？如果是本宗的宝库，自然不需要你这种病秧子去拼命。坠星秘境的入口并不在星陨阁内，它位于北境3大魔门的交界处。这万年来，这块肥肉早就被魔门盯上了。秘境深处有一处名为血龙渊的绝地，那里生长着一株即将成熟的9转续命草，它蕴含的庞大生机足够强行缝合你心脉的裂痕，保你10年内不再受咳血之痛，甚至能让你承受住初步的灵气入体。代价呢？领队，我要你以秘传弟子的身份，作为这次坠星秘境的领队，带着内门那些眼高于顶的天骄进入秘境，然后把魔门那一带的年轻精锐给我杀绝，一个不留。阁主，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我今天能赢楚天阔，靠的是只能用1次的底牌。你让我一个连引气入体都不会的病秧子去带队，那些内门的天骄会服我，魔门的人会怕我。哼，我星陨阁从不需要废物。这玉简里是一张通往血龙渊的残图，也是宗门阵法的最高权限副业。在秘境中，只要你不死，你就是这支队伍的绝对主宰。至于他们服不服、不听话的，你可以像切桌子一样切掉他们的脑袋。哪怕你把带进去的人杀光了，只要你能活着把魔门的人弄死，把那东西带出来，本座就保你下半辈子在这北境横着走。这哪里是一个仙风道骨的宗主，分明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绝世凶人。但我喜欢。你说的那东西是什么？不该问的别问。你只需要知道，9转续命草在血龙崖的外围，而我要的东西在最深处。你拿你的命，我拿我的造化，各取所需。成交。距离秘境开启还有7天，这7天，你什么都不用做，好好养你这副快要散架的身体。7天后，清晨在山门前集合，不要让本座失望，小怪物。这老东西没安好心。这玉简里不仅有地图，还附带了一种极其恶毒的血气追踪术。只要你带着它，你在秘境里的一举动，甚至你杀了几个人，它都能感知得一清二楚。我知道，如果他不防着我，我反而不敢接这差事。你倒真是个不怕死的疯子。不过，小疯子，我得提醒你一句，刚才那老家伙拿出这玉简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味道。什么味道？一股连我都感到战栗的古老气息。那玉简上沾染的气息，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上古灵草或是传承，那是一种极其纯粹的暴虐的妖的气息，而且这股妖气极为古老，古老到遇到了天敌，甚至可能凌驾于我这9尾一族之上。那个戴面具的老东西，让你去拿的绝对不是什么死物，而是一个活着的极其恐怖的麻烦。小疯子，这次的差事搞不好真的会十死无生。我这14年来，哪一天不是在十死无生的边缘挣扎？既然老天爷不给我活路，那我就只能去死人堆里刨食了。坠星秘境，这绞肉机，我来了。各位，阁主的命令你们都已经清楚了。进了秘境，我就是领队，
我的规矩只有一条，服从命令。我让你们走，你们就走；我让你们停，你们就必须停。秘传师兄，您的规矩确实很大。3个月前的论道台上，您那一手神鬼莫测的手段，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您别忘了，这坠星秘境可不是宗门擂台，里面不仅有凶兽、陷阱，还有魔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疯子。遇到危险的时候，光靠站在原地装神弄鬼可吓不退魔门。大家说是也不是？楚师兄说的对呀，就是。真到了拼命的时候，咱们还得靠手里的真刀真枪。带个连路都走不稳的病秧子，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进了秘境，生死各安天命。不想死的就跟上。小疯子，屏气凝神，这空间通道极不稳定，别让空间乱流搅碎了你的神识。这是什么鬼地方？我的神识被压制了，我筑基中期的神识居然只能探出不到10丈。我也是，这雾气里好像有某种阵法，不仅隔绝了视线，连灵气运转都变得迟缓了。小疯子，这雾气不对劲，这雾里不仅有隔绝神识的禁制，还夹杂着一种极其古老且暴虐的毒素，不要大口呼吸。全体都有，收缩阵型，所有人服下解毒丹，用真气封住口鼻，互相保持3尺距离，不要分散，神识全开，缓慢推进。秘传师兄，您是来这里散步的吗？阁主可是让我们来找天才地宝的。这血雾虽然诡异，但也说明这里必定有重宝出世。大家都挤在一起，要是发现了灵诀中开始松动，算谁的？楚天阔，你想抗命？不敢，您是领队，您说了算。刘猛，你在前面探路，眼睛放亮点，看到什么好东西先收起来，别让别人抢了先。师兄，刘猛他擅自脱离阵型，不用管他。浩爷南拳该死的鬼，他也想去送死，就让他去。住手！你们快来看！发现了什么？有一片发光的草地，好像是旋风铁。站住！放肆！你敢拦我？不想死就给我站在原地！小疯子，快退！前面的空间节点塌了！刘猛，怎么没声了？你捡到没有？刘猛去哪儿了？他融化了，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是毒气，还是这屋里的怪物？不能往前走了，这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这是陷阱，这肯定是魔门设下的陷阱，我们要离开这儿。对，这血雾里肯定藏着能吞噬血肉的怪物，快退出这片红雾区！站住！后方已经被血雾封死，一旦分散，必死无疑。所有人立刻向我靠拢，结元光阵防御。放屁！你个连灵力都没有的病秧子，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留在原地等死吗？兄弟们，别听他的，他自己活不长了，想拉着我们垫背。我们走。老瞎子教过我，在死人堆里，谁的心软，谁就先死。在这个没有秩序的修仙界，想活命，只能比怪物更狠。切吧，小疯子，这群蠢货既然想死，不如用他们的血来祭这虚空之弦。虚空弦，不！我刚才说过，进了秘境，我的规矩只有一条：服从命令。不想听命令的，这就是下场。
楚天阔，你想干什么？大家都是同门，你敢残杀同门，出去之后大长老绝不会放过你。出去之后的事，出去再说。现在我问你，听还是不听？听，我听。秘传师兄，您吩咐。这血雾里有古怪，刘猛之所以融化，不是因为毒气，而是他触碰了血菩提旁边的阵纹，那是上古的伏古绝杀阵。所有人立刻吞服解毒丹，结元光阵。外围队列开启灵力护盾，把受伤的人拖到中间，不准大声喧哗，神识不要外犯超过3丈。跟着我的脚步，踩着我走过的地方走，一步都不准错。是。师兄，怎么了？所有人拔剑，准备死战。星云阁的废物们，这10年一次的血食，你们送的倒是挺准时啊！是幽冥血宗，他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才刚刚进入秘境边缘啊！看来星云阁真的是没人了，居然派个随时会死的痨病鬼来带队。挡住！结元光阵！守住天书位！楚天阔，带人退后3步，转向离火位，用你烈阳剑足轰击你左前方那块黑色的巨石。你疯了！退后防线就彻底破了！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轰那块石头！快，捂住口鼻！别发呆，阵型转太极位。张衡，你带着剩下的人补上右翼的缺口。李青，脚下左移2尺，那是伏古阵的边缘，让开位置放他们进来。楚天阔，不要用剑气，用火墙锁视线。正好封锁视线，把他们往刚才刘猛死的地方逼。秘传师兄神机妙算，听师兄的，我们能活下去。但这种超负荷的指挥，代价是极其惨痛的。我的神识本来就弱，这样毫无保留的探测地形和计算战局，让我的犹如荒原上最凶狠的孤狼，让我的灵魂仿佛被无数只蚂蚁啃噬。小疯子，停下！你不能再用神识去探路了，你的识海已经出现裂痕了。再这样下去，不等魔门杀你，你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白痴。我停下，他们就得死。他们死了，谁来给我当肉盾，去抢续命草？一群废物，连20几个温室里的花朵都拿不下，养你们何用？幽冥血宗当代首席大弟子血无涯，3年前就已经是筑基期大圆满，这3年闭关，他接单了。刚才就是你这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利用残阵杀了我近100个师弟，没有灵气波动，也没有阵盘的痕迹，你是怎么做到的？有点意思。你的脑子很好用，不如这样，我把你的做成人质，养在我的血池里，以后你专门负责帮我推演阵法，我保证每天用最新鲜的处子之血喂养你。小疯子，没办法了，他比你高出整整2个大境界，你就算时间延缓和空间折叠一起用，也破不了他的金丹护体真气，只会遭到法则疯狂反噬，瞬间灰飞烟灭。你只有3息的时间，放开你的识海，本宫借给你最后的一成妖力。阿九，把你的力量给我！本宫见过无数精彩绝艳的天骄，但像你这种明明连1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却敢把自己的灵魂当成一次性烟火来烧的凡人，你是头一个。废话真多，给我力量！
接好了，妖力灌注，3息之内杀不了他，你就会神魂俱灭。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不是人，那是妖气，纯粹的上古妖气，它被大妖附体了。你刚才说你这辈子没杀过凡人，那你今天可要好好睁大狗眼看清楚了，看看一个凡人是怎么把高高在上的金丹大能当成猪狗一样宰的！狂妄，区区反骨，强行容纳妖气，一碰就碎的纸老虎！本座要生擒了你，抽出你体内的妖魂点天灯！装神弄鬼，给我死！来不及了。虚空引第一曲，我死喽！只有3息的停滞时间，小疯子，你的心脉快要彻底炸开了，快动手！你想把我做成人质，可惜你没那个机会了。时间流动。血宗大师兄结丹期大能，你的心跳得太吵了，我帮你摘了。我不敢。小疯子，你还真把结丹期给宰了。不过本宫的妖力已经彻底耗尽了，接下来的路只能靠你自己了。秘传师兄威武！师兄神威，扬我星领阁之威。楚天阔，在，师兄有何吩咐？打扫战场，魔门弟子的储物袋全部收拢，把血无涯身上的东西单独拿过来给我。做完这些，原地休整半个时辰，然后继续向血龙渊推进。是，师弟这就去办。OK。师兄，这是血无涯的储物袋，里面有一把极品灵气气血刀，还有几瓶极具珍贵的血丹，以及这袋子上原本有他结丹期的神识印记，但因为他死得太快，印已经消散了。您请过目。阁主给我的残图只标记了如何安全避开外围杀阵，到达血龙渊外围获取九转续命草的路线。至于血龙渊最深处，残图上是一片迷雾，但这张从血无涯手里缴获的羊皮卷极其详细，它不仅标明了外围凶手分布，更是在血龙渊极深处地图中心位置画了一个极其醒目的葬妖之地。葬妖之地，难怪血无涯会冒险进入秘境，原来是为了那个传说。什么传说？北京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这坠星秘境其实是一座万年前的超级大坟，里面镇压着一头曾经吞噬过半个北京的上古大妖的尸骸。如果血无涯能找那头大妖的尸骸，哪怕只是吸取一滴大妖的精血，他甚至有可能直接突破到元婴期。师兄，这地图标注的红叉绝对就是大妖的葬身之处，而且看这路线，那地方就在血龙渊的最深处。我明白了，星陨阁阁主，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疯子，他让我带队进入秘境，表面上是为了掩护我去拿九转续命草。真不愧是一宗之主，好大的瓮口，好狠的算计。师兄，这地图我们还按它走吗？续命草在血龙渊，大妖的封印也在血龙渊，
休整结束，全军拔营，目标血龙渊。看，前方！九转宿命草，不要过去。续命草就在眼前，周围好像也没有阵法的波动，为什么不？你瞎了吗？那是三阶妖兽铁甲暴熊的骨架，连他都死在了这里。这地方比你们想象的要危险100倍。师兄，您是说有凶兽在守护那株灵草？这株九转续命草根本就是个陷阱。你们看那血池，续命草扎根在血池中央，吸取的根本不是天地灵气，而是这祭坛下无数尸骨的精血和怨气。它是被某种极为恐怖的东西刻意圈养在这里的。把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极品灵草当诱饵，圈养在这等绝地，那藏在暗处的怪物究竟有多恐怖？退！所有人后退10丈，结界阵防御。那是即将化蛟的血鳞毒蟒！天哪，他的气息半步金丹。人类美味的血尸，挡住他！救命啊！躲开了，这怎么可能？空间切割无视防御，速度超越音速，就算是结丹期的血无涯也只能硬抗，根本无法闪避。你身上有法则的味道。我明白了。你在这祭坛上盘旋多年，吸收死去的强者和妖兽的怨气，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你刚才躲开我的攻击，用的是空间扭曲。吃掉你，我就能真正化龙。本宫不过是睡了个午觉的功夫，你这条连脚都没长齐的长城，也敢把主意打到本宫的宿主头上？阿九，你醒了。别高兴得太早，这破地方的妖气太浓，刺激了本宫沉睡的残魂。刚才那一击已经耗尽了我的最后一点本源妖力。什么？可我的时空灵力已经完全枯竭了，我的攻击对他无效。蠢货，你难道就没看出来他那点粗劣的空间之力是怎么回事吗？他根本没有掌握真正的空间法则，他只是常年盘踞在这处扭出裂缝的祭坛上，肉身沾染了一丝空间裂缝的皮毛罢了。他那所谓的躲避，不过是利用这祭坛周围天然存在的几处不稳定空间节点，进行短距离的空间跳跃。仔细看清楚这祭坛周围的空间，他那庞大的身躯想要跳跃，必须借助固定的节点。你只要能预判他下一次出现的节点，就能提前在那里布置好杀招。师兄，快躲开！左前方3丈，空间波动异常剧烈，那是他的落点。他在干什么？他主动迎上去了。就是现在，折叠！主击出气，如果再遇到血无涯，就算不用阿九的妖力，我也有把握在5招之内切下他的脑袋。果然有一丝空间法则的残渣。楚天阔，在。师兄有何吩咐？清点人数，带上所有战利品，我们该回去了。师兄，我们不继续往深处走了吗？阁主要我带的药我已经拿到了，至于其他的造化，没有命拿的造化，就是催命符，见好就收，才是活得长的秘诀。所有人向我靠拢，站入10丈之内。秘传师兄，大恩不言谢。以后在宗门里，只要您一句话，我楚天阔上刀山下火海，绝不皱一下眉头。师兄，怎么了？
面出事了，星陨阁的方向有元婴期的大战。师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停止传送吗？传送已经启动，无法逆转。这是星陨阁。魔门三宗联手攻杀，我终于明白，阁主为什么会急切地想要我去拿那藏妖之地的东西了。他早就知道魔门要大举进攻，他是在寻找最后的底牌。杀！一个不留！星陨阁今日必灭！刚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那就杀出一条血路吧。师兄，我们该怎么办？宗门完了，我们全完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收敛气息，换上我们在秘境里缴获的魔门衣服，快！师兄，我们现在去哪儿？杀进宗门去救长老他们吗？救？拿什么救？三大魔门趁着阁主派你们进入坠星心境，宗门内部空虚的机会倾巢而出。这不仅是一场灭宗之战，更是一场精准的斩首行动。阁主之所以让我去藏妖之地，恐怕早就预料到了今日的死局。他想借我的手解开上古大妖的封印，用那头足以吞噬半个北境的凶兽来和三大魔门同归于尽。但他算错了一步，我没有去触碰那个必死的封印。现在，他只能独自一人面对3位同级别魔道巨作的围攻。星域老鬼，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交出星陨阁的1000年传承，本座留你一具全尸！做梦！以1敌3，还要分心护着整个宗门。老疯子，你还真是够疯的。跟我走，别抬头，别慌张。从现在开始，你们是幽冥血宗的溃兵。师兄，那是阁主，他朝我们这边砸过来了。阁主，别过去，抬头看。跑不掉了。你竟然活着出来了，修为还提升了。小怪物，三大魔门的联军已经杀到门口了，我星陨阁亡了！你放手！你这小怪物果然是个没有心肝的冷血畜生。本座算计了一辈子，终究是算漏了天机。但我没有看错你，只有你这种为了活命不择手段的疯子，才配在这修仙界活下去。这是星陨珠，里面有我星陨阁万年的核心传承，还有控制护宗大阵阵眼的一丝核心权柄。拿着它，滚！能跑多远跑多远。只要你活着，星陨阁就不算彻底断绝。星域老鬼，你跑啊！你怎么不跑了？为了攻破你这龟壳，本座可是筹划了整整50年。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给本座形神俱灭！血屠，别跟他废话了，实则生变，搜他的魂，找出星陨阁宝库的钥匙。这具元婴期的肉体，本座要了，正好用来炼制一尊极品飞天夜叉。不好，他要自爆元婴！走！全死了！闭嘴！不想死就给我屏住呼吸！一群废物，连个小辈都抓不住，哪里还有活口？原来是2个筑基期的小虫子，杀了便是。你的眼睛！等一下，这小子的灵力波动不是普通的5行属性，这种气息，万年难遇的神品灵根，而且是凌驾于5行之上的时空双栖。怪不得星域老鬼宁可自爆也要保他，这小子就是星域阁最大的隐患。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顺着废墟往后山跑，那里有一条隐秘暗河，只要不回头，我们的人追不上你。师兄，那你呢？他们既然这么想要我的命，我总得留下来，好好教教他们怎么做人。滚！别在这里碍事！想跑，一个都别想走！成！好胆！区区筑基，竟敢挡老身的法术！在绝对的修为面前，你不过是只强壮点的蚂蚁。这修仙界果然是只有杀出来的道理，没有讲出来的规矩。那就全都留下吧！怎么回事？方向乱了！这是法则，是时空法则的领域。这小子竟然能凭借筑基期强行干涉时空秩序！虚空吟第二卷，时光迷宫。废物，一群废物！血域浮屠，破！既然这迷宫挡不住你们，那我就在这迷宫碎裂之前，把你们全都杀光！第137个。怪物，他是怪物，这根本打不了，我们连他的一角都碰不到。毒婆婆是老怪，别藏着掖着了。这小子不仅天赋妖孽，而且极其邪门。今天要是让他跑了，以后死的就是我们。一起出手，祭出天魔法相，直接碾碎他这破迷宫。好，一起出手！楚天阔那废物，应该已经跑进暗河了吧？你们这群魔崽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是什么怪物？阿九，你在干什么？别白费力气了，本宫在秘境里就已经耗尽了妖力，现在这副真身是用最后一丝灵魂本源强行点燃的，那破木头也碎了，以后本宫可没地方睡觉。你疯了！快停下！你这样会彻底魂飞魄散的。这世上能骂本宫疯的人还没出生呢。一群杂碎也敢在姑奶奶面前撒野，给姑奶奶滚！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妖兽？怕什么？他只是一道残魂，这种燃烧灵魂的攻击撑不了多久，用绝杀阵耗死他！小疯子，看好了，这可是本宫最后一次给你当保镖了。阿九，别管我，你快走，把灵魂推回我的识海。走？本宫能走到哪儿去？这万年来，本宫一直被封印在那把破琴里，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宿主像狗一样死掉。只有你这个不怕死的疯子，敢带着本宫去屠结丹，敢直面大层期的威压。小疯子，其实你不知道，刚才那把琴上亮起的银色琴弦，不是本宫的妖力，那是你属于你自己的心弦。九转续命草虽然缝合了你的心脉，但也只能保你10年。你想真正逆天改命，就必须用时空法则重塑你自己的心脏。哭什么哭？难看死了！本宫可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在这群杂碎手里。一无九尾本源为誓，燃魂祭道，时空开眼。
那小子和那头畜生都死绝了。现在轮到我送你们上路了。装神弄鬼，就算那妖狐把力量给了你，你一个筑基期蝼蚁，肉身根本承受不住那种力量。